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青，今天给大家带来小熊混线帽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帽子分为主体和装饰两大部分，先钩织主体，完成后制作并安装装饰。其中主体有大小两个尺码，制作方法相同，只是部分位置的针数和函数不同。先来制作主体，分为帽身、帽边和系带三个部分。从上往下，先钩织帽身和帽边，接着钩织系带。这里帽身采用锁针环形起针，逆时针环状向外，来回往返绕圈钩织。图解是表格形式，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，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，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。总针数这一列，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。用到的针法有 CH 锁针、F 长针、FV 长针加针以及引拔针。请看我演示。这里帽子主体使用这样3根线材钩织，分别取每种线材的1根线，然后将3根线合并，变成这样1根线，然后进行钩织。其中有种线材是渐变色，起始颜色的线段长度不同，钩出的效果会略有不同。往后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，锁针环形起针，这里是起5针锁针，左手挂好线，右手持针，先钩织5针锁针，然后找到第一个锁针的位置，挑锁针辫子的上方1根线，不太好找时，就找接头旁边的1根线入针即可。钩1针引拔针，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1圈 ，R1 是3CH 9F，CH 以及 F 前面的数字是几，就钩几个锁针以及几个长针。开始，先钩3针锁针，这3针是长针的起立针，并且算作1针长针。在第3针上挑这个锁针，这样靠边缘的2根线，扣校扣。没有校扣时，也可以用别针或者回形针代替。往下挑起针形成的这个圈，在中心动眼钩织9针长针，边钩边注意藏起针的线头。完成后，在起立针
的位置挑校扣处钩一针引拔针。引拔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，实际在绕圈钩织时，结尾都要钩引拔针，并拉紧。起针多出来的线头可以剪掉。这里大家数针数时，可以数针目，也就是上方边缘一个个 V 字形的辫子纹理，或者一针针摸着长针数。此时第一圈完成，为了方便区分正反面，我们在此时面对自己的这一面任意位置做标记。往后标记的一面就是帽子的正面。往后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后面我使用棉线进行演示。我这里的一根棉线表示实际的3根线。接着是钩织第2圈，表格开始是中括号 3ch 方 F， 这里中括号表示里面的针法钩在同一个位置上。开始先钩3针锁针起立，往后长针起立针都算作1针长针，后面我就不重复说明了。同时在第3针上挑边缘的2根线，做好标记。接着表格是翻，表示需要翻面，将织物翻转。往下在起立针下方对应的位置，这里是上一圈起立针的位置，在这里钩1针长针，穿入右侧这个洞眼，之前引拔穿入的这里进行钩织。完成后，此时中括号内的针法就钩好了。往下是9FV，FV 前面的数字是几，就连续钩几个长针加针，这里表示连续钩9个长针加针。往左挑相邻1针的针目，钩长针加针，在此处钩2针长针。大家实际如果不太好找针目，可以挑最上方的2根线入针钩织。此时完成了一个长针加针，继续在左侧针目钩长针加针。完成后继续挑针目钩织长针加针。将剩余部分钩完。最后一个针目位置如果不太好找，同样挑对应1针上方的2根线入针钩织即可。完成后大家核对一下针数，同样数最上方的辫子纹理，或者摸着长针一针针数。这里每一圈的总针数在对应的表格中都有标明，往后我就不再说明了。接着在起立针上引拔，一定要注意，每一圈结束后都要与起始位置引拔。
完成后拉紧，第2圈就完成了。继续钩第3圈，开始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做好标记。起立针与上一圈起立针位置对应，然后翻转织物。接着调左侧长针的针目，钩织长针加针。后面表格是括号 FV 乘9，这里的括号表示为一组，乘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。往下先钩1针长针，然后钩1针长针加针。括号 FV 就钩好了，我再演示一次。先钩1针长针，再钩1个长针加针。这是第2次，剩下的7次全部按照1个长针1个长针加针的方法来钩。最后在起立针上紧拔，拉紧，第3圈就完成了。下面钩第4圈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做好标记。翻转织物，往下钩1个长针加针，再钩1个长针。后面钩织括号内的针法，分别钩1针长针，1针长针加针，1针长针。此时完成了括号 FV，我再演示一次，先钩1针长针，再钩1针长针加针，继续钩1针长针。这是第2次，按照前面的方法往下钩织。全部钩完后拧拔，拉紧，第4圈就完成了。往下剩余圈，每圈都要翻面钩织，起始都要立起立针并做好标记，方便结尾找紧拔针的入针位置。结尾拧拔针钩完后需要拉紧，这里每一圈直接按照表格中的针法顺序进行钩织即可。后面用到的针法及方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大家参考图纸将剩余圈钩完。数圈数时，就数织物一圈一圈凸起的纹理。此时帽身部分就讲解完了。下面钩织帽边，沿着帽身边缘来回往返片钩，也就是结尾不需要钩紧拔针，连接首尾，最终形成这样开叉的效果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WF 长针正拉针、NF 长针反拉针，请看我演示。
首先参考图纸钩织第一行，这里我继续用这个小样做演示。注意钩完起立针后进行标记。这里起立针变成了2针锁针，标记时在第2针上调2根线即可。接着翻转织物，往下从左侧长针开始，一一对应钩长针。这里钩完对应针法后不需要紧拔，此时第1行完成。接着钩第2行，先立2针锁针，起立，做好标记。翻转织物，这里起立针与下方边缘的长针位置对应，往下从左侧第2针开始钩织，挑对应的位置，入针，一对应钩长针。遇到上一行的起立针位置，在记号扣位置钩1针长针。此时第2行完成，后面大码的第3到5行，小码的第3到4行，方法与第2行完全相同，大家参考图纸将这几行完成。完成后钩织大码的第6行，小码的第5行，从这一行开始需要钩织新针法，同时大小码用到的针法相同，只是针数稍有不同。往下我以小码为例进行演示和讲解，大码注意对照图纸钩织。我仍然使用这个小样做演示，先立2针锁针起立，翻转，往下挑左侧1针位置，钩织长针正拉针，钩针绕线，从右往左向前挑起对应的1针，绕线将线钩出，这里线稍拉长，与之前起立针高度差不多，然后继续按照长针的钩法钩织。此时完成长针正拉针，往下需要钩织括号内针法，先钩2针长针反拉针，钩针绕线，右往左，向后，挑起左侧的1针，绕线将线钩出，线拉至与前1针高度差不多，然后按照长针的钩法钩织。此时完成1针长针反拉针，注意这里拉针钩完的高度要差不多，往下继续钩1针长针反拉针。接着钩2针长针正拉针，1针，2针，此时完成1次括号内针法，往下继续按照括号内针法钩织，大小码钩织次数不同，参照对应图纸即可。同时将剩余钩完。钩完这2针长针反拉针，
此时大码的钩织就完成了，小码往下还剩一针，对应钩一针长针正拉针。这里之前每行起始的校扣可以取下。此时小码的钩织就讲解完了，往下钩织大码第7行，小码第6行。这里大码剩余行，每行针法都一样。我继续以小码为例做演示，先立2针锁针起立，翻转，然后从左侧第2针开始，对应钩织2针长针正拉针。后面钩织括号内针法。此时完成一次括号内针法，往下继续按照同样的方法钩织对应次数。同时可以发现，这里刚好是在长针正拉针的纹理上钩织长针正拉针，在长针反拉针的纹理上钩织长针反拉针。继续往下钩织。钩完最后2针长针反拉针，此时第2行就完成了。往后剩余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钩织即可，完成后暂不断线，后面可以继续钩织系带。此时帽边部分就讲解完了。往下钩织系带，先接着帽边的线钩织一个系带，这里我用小样做演示。开始立2针锁针起立，往下挑帽边最后一行边缘1针的位置，挑侧边的2根线，钩1针长针。此时完成一行，往下继续立2针锁针起立，翻转，挑上一行起立针位置，钩1针长针。这里起立针都是挑边缘2根线入针，找不到时也可以挑长针针目。完成第2行，继续按照第2行的方法钩织，一直钩到对应的长度即可，行数不固定。我再演示几次。大家按照这个方法继续往下钩，完成后需要预留长线头，后面用于缝合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，先钩1针锁针固定，这里需要预留20厘米左右的线头，断线，将线拉出，拉紧，这里线头保留。此时一侧系带的钩织就讲解完了，接着讲解另一侧系带。找到帽边最后一行的位置，在另一端挑边缘的2根线进行接线，也就是起立针的位置。这里可以将帽身的正面朝外进行钩织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套到钩针上，钩出，稍作调整，然后立2针锁针起立，接着往左挑边缘1针的位置，挑2根线或者起立针位置，将其整个挑起，
钩一针长针，注意藏线。此时完成第一行，剩余行方法与之前一侧的系带相同，大家钩到对应长度，然后同样预留长线头再断线。这里起始的线头可以藏到织物的背面。大家可以多藏几针，剩余线头剪掉即可。这样系带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到这里，主体部分就全部讲解完了。下面制作装饰，由耳朵装饰、猫爪、五角星组成，分别制作并安装到主体上。开始先制作耳朵，采用锁针环形起针的方法，逆时针环状向外绕圈钩织。这里每一圈都是在正面钩织，也就是不需要进行翻面。第一圈的正面是整个织物的正面。为了方便区分，同样大家钩完第一圈，做好标记。每圈开始钩完起立针后，直接右往左钩织相应针法就可以。结尾都要钩紧拔针连接。用到的针法和方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将耳朵钩织完成。注意，钩完最后需要预留50厘米左右的线头用于安装。完成了耳朵，接下来钩织耳朵装饰，采用挂线钩锁针的方法，先钩织对应的针数。钩完结尾会有2根线，留出1根长线头用于安装。大家先学习挂线钩锁针的方法，这里具体针数可参考图纸，请看演示。下面演示挂线钩织锁针的方法。前方留出所需细绳长度3倍左右的线头，左手挂线，留出的线头在下方，先打一个结，然后将流线从前往后挂在钩针上，钩针绕线，将线从挂的线和线圈中钩出。第一针完成，将下方线头从前往后挂在钩针上，继续钩织，钩针绕线，将线钩出，重复挂线钩织。到达需要的长度后，留线断线。如果需要缝合，线头留长一点。这种方法也可以编织出双色的细绳。左手同时挂2根线，分别为线1和线2，钩针逆时针绕一圈，然后钩针绕左手挂线中的其中1根钩出。拉紧起针的结，整理一下线头。左手挂线1，将线2从前往后挂在钩针上，
开始钩锁针。需要的长度完成后断线。这就是双色细绳的钩织方法。注意，耳朵装饰有2个，方法都一样。这样，耳朵装饰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完成了耳朵和耳朵装饰的钩织，往下进行安装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方法。先将耳朵装饰安装到耳朵上，这里安装在其中一个耳朵上，将耳朵沿着起针的线头对折，然后在居中和旁边一点的位置分别安装，这里具体位置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将装饰辫子纹理的一面朝上，这里耳朵装饰占据2圈，将较长的线头穿入缝针，将线穿到耳朵里面，挑另外一端，固定一下边缘，再挑居中位置，固定一针。另一个线头勾到里面，2个线头打死结，剩余的线头可以直接放在耳朵里面。这样居中的装饰就安装好了。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在旁边一点的位置安装另一个耳朵装饰即可。大家将其完成。这就是耳朵装饰的安装方法。下面讲解耳朵的安装。先拿起帽子主体，将主体开叉的一侧放于正后方，帽身捏扁，然后将耳朵捏扁，放于帽身的第5圈两侧，一个耳朵差不多占据6圈，有耳朵装饰的放于任意一边，然后使用耳朵预留的线调耳朵底端与帽身缝合，这里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即可。往下我提供一个这种缝合的方法供大家参考，大家可以先学习，请看演示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大家以手里的实物为准，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把耳朵捏扁，在对应位置缝合。
缝好后，在头里面打击长线，这样一只外耳就缝好了，另一只外耳在对称的位置缝合即可。此时耳朵的安装就讲解完了。往下制作猫爪，共2个，单个猫爪又分爪子、大肉垫和小肉垫，先分别钩织，完成后组装到一起，最后安装到系带底端。用到的新针法和新方法有 X 短针、V 短针加针、T 中长针、TV 中长针加针、TW 中长针一针放3针、K 控针。请看我演示。先钩织爪子，首先锁针起5针，然后引拔成圈，接着立2针锁针起立，做好标记。然后调起针的中心，钩织11针中长针，完成后在标记位置引拔，拉紧。第1圈完成。为了方便区分正反面，可以在这一面做上标记，这里我就不标记了。接着钩第2圈，先立2针锁针起立，做好标记。同一个位置钩1针中长针，也就是在上一圈起立针的位置，之前引拔穿入这里，入针钩织。完成后往下分别挑针目，一对应钩织中长针加针，也就是一个位置钩2针中长针。最后在标记位置引拔，拉紧。第2圈完成，继续钩第3圈。开始是 K， 表示需要控针，这里 K 的后面没有数字时，默认控1针，则跳过起立针位置不钩，调左侧1针位置，一个位置钩1针中长针。这里校扣可以先取下。继续钩3针长针，1针中长针。完成后，挑相邻位置钩1针引拔针。此时完成了1次括号内的针法，我再演示1次。先控1针，然后挑相邻位置钩1针中长针，3针长针。和1针中长针，接着挑下一针位置钩引拔针，又完成1次。
继续按照这个方法钩织2次。完成后断线，这里不需要预留长线头。线头藏到织物背面就可以，这样一个爪子就钩织好了。接着钩织大肉垫，这里大家注意参考图纸，拿起对应的线材钩织。开始需要环形起针，然后立一针锁针起立。这是短针的起立针，图纸上没有标明，实际绕圈钩织时，短针开始都要钩一针锁针起立。接着调起针钩织6针短针。完成后收线圈。最后，在开始短针上拧拔，也就是此时右腕左数的第2个辫子。第一个小辫子是起立针跳过，如果实在分不清，也可以从后往前数针目。还是这个辫子，在这里钩一针引拔针，拉紧。此时第1圈完成，继续钩第2圈。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然后挑上一圈第1针的位置，之前拧拔穿入这里，钩织短针加针，一个位置钩2针短针，边钩边注意藏起针的线头。完成短针加针，后面钩织中长针1针放3针，也就是一个位置钩3针中长针。此时完成了1次括号内针法，我再演示1次，先钩一针短针加针，接着钩中长针1针放3针，又完成1次，按照同样的方法继续往下钩织。完成后，在开始短针上挑针目拧拔，这里拉不拉紧都可以。最后预留30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，拉紧，起针剩余的线头剪掉。此时一个大肉垫就制作好了。接下来钩织小肉垫，方法与大肉垫第1圈相同，只是针数不同，大家参考图纸将其完成。
这里钩完后要预留15到20厘米的线头用于缝合，同时将起针的线头用缝针穿到针法纹理整齐的这一面。这样小肉垫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此时猫爪钩织部分就全部讲解完了。下面进行组装，先将大肉垫安装到爪子居中，将肉垫的反面朝上，也就是针法纹理相对模糊的这一面，然后使用预留的线挑边缘针目的洞眼缝合。这里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即可。往下我提供一个这种缝合的方法供大家参考，大家可以先学习，请看演示。将预留的线穿入缝针，先挑主体表面1针，再穿入织片1针，像这样定缝。将这一圈缝完，完成后打结藏线。这样缝合方法就讲完了。这样大肉垫的缝合就讲解完了。小肉垫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将反面朝上，然后分别缝到爪子4个这样凸起的位置上就可以。之前起针剩余的线头可以塞到里面。大家将其完成。这样猫爪的组装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将猫爪安装到系带边缘，使用系带之前预留的线挑猫爪这一端居中位置缝几针就可以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即可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此时猫爪部分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制作五角星，分为大织片、小织片和胸针扣几个部分。先分别钩织大小织片，完成后进行组装，同时装上胸针扣，最后安装到帽子主体上。这里用到一个新针法 A 短针减针，请看我演示。首先钩织大织片，先锁针起4针，然后紧拔成圈，接着立3针锁针起立，然后挑起针钩2针长针，注意边钩边藏线。后面钩1针锁针，然后按照3针长针1针锁针重复钩4次。钩到还剩几针，起针位置钩不下时，可以将钩好的部分往后移一移，继续往下钩织。
最后在起地针上调第3个锁针位置，长针针目旁边的这个锁针处，调2根线拧拔，拉紧，第1圈完成，继续钩第2圈。这里先在右侧锁针洞眼里钩一针拧拔针，将线带到这个洞眼里。没有特殊说明时，拧拔针不需要拉紧，然后钩织5针锁针。表格出现了倒2，表示从倒数第2针开始钩，也就是此时又往左数的第2针。注意钩针上的线圈不包含在内。调锁针辫子的上方1根线，钩一针短针。相邻继续调锁针辫子的1根线，钩一针中长针。后面一对应钩2针长针。下方跳过起地针和左侧2针长针，调锁针洞眼，钩一针引拔针。此时完成了1次括号内针法，我再演示一次，先钩5针锁针，然后折回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分别调锁针辫子的1根线，依次钩1针短针，1针中长针，2针长针，下方跳过3针，调下一个锁针洞眼，钩一针引拔针。又完成1次，往后按照这个方法继续钩织。最后1次的引拔针钩在开始第1个引拔针穿入的洞眼里。此时第2圈完成，接着钩第3圈，先立1针锁针起地，然后往左挑之前锁针剩余的1侧，也就是这一侧针法的入针位置，一对应钩4针短针。完成后调顶端的1到2根线，钩织1针短针，2针锁针和1针短针。后面挑之前针法的针目，一对应钩4针短针。然后空出引拔针的位置布钩，此时完成了1组，往下按照同样的方法继续钩织。钩完最后1针，在开始短针上调针目引拔，拉紧。此时第3圈完成，接下来钩第4圈，先立1针锁针起地，然后挑针目，一对应钩短针，
遇到锁针动眼，挑动眼钩一针短针，2针锁针和1针短针。后面继续挑针目钩4针短针。往下钩织括号内针法，先钩织短针减针，这里挑相邻2个针目位置钩织。完成后挑针目一对应钩4针短针。锁针动眼钩1针短针，2针锁针和1针短针。再挑针目钩4针短针。完成一组，按照这样的方法再钩3组。钩完最后一组，往下还剩1针，空着不钩，然后与第1针引拔，拉不拉紧都可以，最后断线。这里第一片需要预留60厘米左右的线头。此时一个大织片就钩织好了，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织一个大织片，另一个大织片完成后不需要预留长线头。下面讲解小织片的钩织方法，与大织片的前2圈完全相同，这里只有1片，钩完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，大家参考图纸将其钩好。完成了钩织，最后进行组装，先将2个大织片缝合起来，将大织片的正面均朝外，5个角的位置对齐。长线头穿入缝针。这里采用卷针缝合的方法，挑边缘的针目，入针，一一对应缝合。锁针位置，挑动眼入针缝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缝，缝的过程中遇到另一个织片的线头，将其放于2个织片之间即可。最后在起始位置再缝1次，然后将线与旁边位置打几个结，固定。
再藏到织物里面。大家可以多藏几针，这样大织片就组装好了。下面将小织片缝到大织片上，小织片的正面朝上，然后5个角与大织片的其中一面对齐，中心对齐。使用小织片预留的线头，按照之前爪子大肉垫的安装方法，沿着5个角的位置缝合一圈。这里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且美观就可以，大家将其完成。下面安装胸针扣，取一段大织片的线头，穿入缝针，然后将胸针扣缝到没有小织片的一面，居中靠上一点的位置，具体位置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从大织片之间，也就是里面，将线从胸针扣的其中一个孔穿出，预留一点线头，然后在2个孔之间穿3到4次，比较牢固。最后将线带到起始的线头位置。2个线头打死结，将线头和接头藏到大织片之间。大家可以多藏几针。这样胸针扣就安装好了。最后将五角星参考成品或根据喜好安装到帽子主体上即可。此时装饰部分就讲解完了，到这里整个帽子的制作就全部讲解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，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